为了不让白月光死后害怕，老公在她头七那晚将我关进棺材里陪她，绑死了，不要让她发出一点声响，惊扰了小雅的安息。我拼命挣扎，撞得头破血流，用尽力气在棺木上划出一道道血痕，可指甲翻出，手指磨得只剩下白骨，最终却只能被活活闷死。但我死后，他打开棺材，看到我扭曲狰狞的尸体时，却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陈总，夫人已经被关在棺材里，不吃不喝3天3夜了，还不放她出来吗？她只是饿了3天而已，可我的小雅却再也没有机会吃东西了。陈玉厉声呵斥助理，提起我时，他的脸上满是嫌弃和憎恶。谁再来给那个贱人求情，就收拾东西滚蛋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人不吃不喝7天也不会死。陈玉吼完，便把助理赶了出去，随后将温雅的照片从心脏处拿了出来。他细细摩挲着照片，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柔情似水。小雅，你在那边会害怕吗？我多想来陪你呀！我怔怔然地看着陈玉，听着他对一旁的女人说着深情的告白，恍惚间终于明白，我已经死了，只因温雅遗言里的一句她怕黑，他便亲手将我封进棺材里，活活闷死。想起死前的惨状，我分明已经成为了灵魂，却仍然觉得窒息。我真的好疼，临死前的恐惧和绝望深深笼罩着我，让我久久都缓不过神来。待清醒时，便听见陈玉说：“小雅，我会替你报仇，我不会让温之好过的。”呵，听到这话，我只觉好笑，可不知怎么，竟还是落了泪出来。陈玉，你没办法对我做什么了，因为我已经死了呀，我已经被你亲手杀死了呀。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明明从未害过温雅呀。1个月前，温雅突发重症，需要移植骨髓，时间紧迫，即使陈玉动用了所有关系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。于是他把主意打在了怀有6个月身孕的我的身上。可那天胎儿被生生剖出来时，已经死亡，我甚至没来得及看他一眼，便大出血，危在旦夕。因此，温雅的骨髓移植手术没能如期举行，没有合适的骨髓，温雅跳海自杀了。临死前，她留下遗书，指责我怪她害死我的孩子，她要用命去赔我孩子的性命。陈玉便以为是我将她逼死的，他恨我害死了温雅。可是我的孩子呢？谁为我的孩子讨一个公道呢？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为什么对孩子就没有一丝心疼呢？想到孩子，我的心脏骤疼。就在这时，保姆忽然闯了进来：“先生，温小姐活了。”不，是温雅小姐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陈玉震惊地看着保姆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保姆鼓起勇气，又将刚才的话说了一遍：“是真的，温雅小姐真的回来了，现在就在门外。”可不等保姆说完，陈玉早已夺门而出，我不受控制，跟着飘了出去。下一秒，便看到了院子里站着的女人，娇小柔弱，双眼含泪，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颤抖着。不是姐姐温雅，又是谁？可是她不是跳海自杀了吗？为什么又会好好的出现在这里？脑子一片混乱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玉冲过去，紧紧地抱住姐姐。她的脸上满是失而复得的喜悦。小雅，真的是你，你没死。阿玉，我回来了。温雅哽咽道：“我好怕，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温雅在陈玉怀里哭得梨花带雨。她说，当初她跳海之后被好心人救了，在床上养了几天之后，怕陈玉担心，
便匆匆赶了回来。我看着陈玉满眼心疼地擦掉他的眼泪，而温雅则是吸了吸鼻子，眼眶很红，抱着他如何也不愿撒手。阿玉，我跳海的那一瞬间，脑子里全都是你。那一刻我好后悔，我不想死了。我想，哪怕我磕头求妹妹可怜，我也要留在你的身边，直到死亡。一番剖心告白，将陈玉感动到不行。可我看着两人的恩爱模样，却是崩溃、绝望到嚎啕大哭。那我呢？温雅可以幸运到死而复生，那我呢？我就是活该吗？可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想化成厉鬼去掐死他们，可不论我做什么，都只是徒劳，甚至碰不到他们一丝一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陈玉将温雅带进了屋里，他们在屋里旁若无人的亲吻，直到温雅要褪去衣衫时，陈玉突然制止了他。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，那一刻他变得有些奇怪，折腾了许久。你先去休息吧。说罢，他转身回屋，给助理打了电话，把温芝放出来吧。说完，不等那头说话，他又道：算了，温芝一向身体好，再关他几日，也算给他个教训。我以为他终于对我有了一丝的恻隐之心，可听到最后，我才发现，在他心里，我连人都不是。是啊，他都能亲手将我关进棺材里，又怎会顾念我的死活呢？恍惚中，我又想起了温雅头七那日，他不顾我的苦苦哀求，将我关进了棺材里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他是知道的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比任何人都懂怎么戳疼我。不要，阿玉，求求你不要！巨大的恐慌使我产生了强大的求生欲，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出，又被人一次一次地踹进去。后来我挣扎得太厉害了，陈玉便拿起了木棍，用力地敲打在我的手上，骨节断裂，剧烈的疼痛让我喊叫出声。他就站在一旁，无情地看着我，哭着祈求他。我说我没有逼死姐姐，我甚至已经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，成全他和姐姐。孩子的死让我不愿再去爱他，我只想逃离这里，去给我的孩子祈福，让他早日脱生到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可是陈玉没给我这个机会，听到我说离婚，他反而更生气了。温芝，你没有资格提离婚，你这辈子都要给小雅赎罪，棺材盖被无情地盖上，再到牢牢钉上。我最后看见的是他冷漠的眼神。我在棺材里挣扎了3天3夜，潮水般的恐惧席卷着我，我拼命叫喊，不停拍打着棺木。窒息的痛苦让我在棺材盖上留下一道道血痕，手指变得血肉模糊，露出生生白骨。我的气息也越来越微弱，直到最后彻底失去意识，真正死亡都没有等来陈玉一次的心软。可是从前，他也曾是我心软的神啊！我闭上眼睛，原来灵魂感受到的疼痛，竟也会那么深刻。这一夜，或许是温雅回来了的原因，陈玉睡得格外的香甜。翌日，他便接到了助理的电话：陈总，昨晚我去瞧了夫人，不论我怎么叫她都没应声，而且味道很臭，要不还是把棺材打开吧。助理似是于心不忍，我害怕夫人出事了。呵，如我所料，陈玉没有半分关心，他一脸无所谓。我知道温芝曾经帮过你，但这也不是你帮他撒谎的理由。你告诉他，再不学乖，我让他一辈子都出不来。阿玉，妹妹呢？是不是我回来妹妹不高兴了？温雅忽然走了过来，见他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，陈玉柔声道：他差点把你害死，我让他给你赔罪去了。不要这样，妹妹好歹是你的妻子，你不要为了我伤害她。温雅美人落泪，可闻言，陈玉脸色忽地阴沉。若不是当初他逼走你，哪轮得上
她是我的妻子，她不过是抢占了你的位置。再等等，等她给你捐了骨髓，我就跟她离婚，让她当了这么多年的陈太太，已经是便宜她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的心口好像破了一个大洞，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，疼得我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。陈玉，我没有逼走温雅，也没有抢占她的位置，是她嫌你当初是个穷酸小子，才和你提的分手。你忘了吗？为什么仅仅只是一句我将她逼走，你就信了？而我解释了无数次，得到的只有恶毒二字。我想，或许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。好了，别哭了。陈玉轻轻抹去温雅的眼泪，我今晚就让人把她放出来，好吧？小雅，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说完，陈玉轻轻吻了吻温雅的额头，去上班了。而温雅在他走后，瞬间止住了哭泣，转头便指挥保姆将我和孩子的东西扔出去。我想阻止，可不过瞬间又被吸去了陈玉的身边。车子没开多久便停了下来，一下车，灵堂门开着，我的棺材正对着陈玉。陈玉蓦然吓了一跳，还来不及发怒，助理便猛然跪在了他的身前。陈总，你让他们把夫人放出来吧，夫人真的快不行了，我已经听不到夫人的呼吸了。陈总，杀人是犯法的，够了！陈玉恼怒地打断了助理的话。温之给了你多少钱？还是说你们之前就搞在一起，给我戴了绿帽子？怪不得你和他总是眉来眼去的。看来小雅果然没看错。陈玉脸色铁青，温之死的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？混蛋！陈玉，你这个混蛋！你明明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我陪你吃苦，陪你住地下室，因为你被混混殴打吐血，你怎么能怀疑我？怪不得他对孩子那么狠。原来他听了温雅的唆使，信了孩子不是他的。我好疼，疼到灵魂颤动，似是要消散了一般。而助理拼命解释，可陈玉不信，甚至叫门口的保镖将他拖了出去，往死里打。我着急的不行，只能不断地朝助理说对不起，他只是想报答我的一次好心而已，却遭受了如此的不公平，是我对不住他。助理的声音渐远，我想跟过去，却无法离开陈玉半步。只见他走进我的棺材，冷冷地敲了敲棺木。温之，别装死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微微蹙眉，你乖乖把骨髓捐给小雅，然后跟我离婚。偷人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无人搭理他。陈玉脸上一阵怒意，好，温之，你好得很，那你就一直待在里边吧。我死后的第6日，为了庆祝姐姐死而复生，陈玉邀请了很多人，举办了一场晚宴。姐姐一袭华丽昂贵的晚礼服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丝毫看不出是生了病的人。她挽着陈玉的手一出现，瞬间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不少人在底下议论纷纷，只是碍于陈玉，面上又不得不恭维几句。姐姐很享受这种感觉，可是面上却为难道：“阿玉，我们这样会不会伤害芝芝？她知道了，肯定不愿意救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死之前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像她那样撒谎成性又恶毒的女人，这次我非要好好给她一个教训不可。”提到我，陈玉脸上满是厌恶和烦躁。这么多天，她从没想起过我。你才是我最爱的女人。她如果有自知之明，就该主动救你，否则我绝不放过她。听到她冰冷又残忍的话，我嘴角扯起一抹苦笑。是啊，在她眼里，我是恶毒有心机的女人，而姐姐就是善良单纯的小姑娘。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她都不会相信我。而姐姐只要站在那儿就赢了。晚宴上，我还看到了许久不见的爸妈，
他们看着姐姐和陈玉在一起，露出了会心的笑。妈妈拉着姐姐的手说个不停，爸爸甚至拍了拍陈玉的肩膀：“小玉，雅雅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我就把她交给你了。”陈玉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从头到尾，爸妈都没有提起我一句。明明已经死了，可看到这一幕还是忍不住酸涩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是姐姐喜欢的，他们都会无条件让我退让。我跳舞跳得好，得了老师夸奖，姐姐一脸羡慕地看着我说：“芝芝真厉害，不像我，连跳舞都没机会学。”惹得爸妈一阵心疼，然后不顾我的意愿，停了我的舞蹈课。我努力学习，考试拿了第1名，兴冲冲回家告诉爸妈。他们刚想表扬我，姐姐就哭着说：“芝芝真聪明，不像我，3天2头生病，怎么也学不好。”这时爸妈就会生气地指责我：“拿了第1名有什么了不起？明知道你姐姐身体不好，你还刺激她。”我亲手给妈妈织了围巾当生日礼物，她强颜欢笑：“芝芝手真巧，不像我这么没用。”妈妈反手就烧了围巾为她出气，斥责我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连陈玉也会用教训的口吻警告我：“你姐姐已经够可怜了，我不许你再伤害她。”宴会上宾客尽欢，一道愤怒的声音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：“陈玉，你把芝芝怎么了？为什么她这么多天没跟我联系？你把她怎么了？”是宋宋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流产的时候，她正在国外，这么多天没联系，她肯定很担心我，难怪她会直接找上门来。她怒骂道：“你这个贱男人，你把芝芝交出来！”宋妍，你发什么疯？温芝是我的妻子，她在哪儿？我用不着告诉你。陈玉含着脸，不善地看着宋宋：“宋小姐，芝芝是我妹妹，她好好的。”你，呸！不等温雅说完，宋宋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：“你还知道芝芝是你妹妹呀？不要脸！他们还没离婚呢。你知道你的行为叫什么吗？小三，还是勾搭自己妹夫的小三？”宋宋一番话说得温雅脸色惨白，摇摇欲坠。陈玉心疼的不行，够了宋妍，看在温芝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马上离开。我可以走，但你必须告诉我芝芝在哪儿。她才流产，可我怎么也联系不上她。陈玉，芝芝是不是出事了？宋宋急得快哭出来。我看到陈玉的身体僵硬了一瞬，随后嗤笑一声：“温芝能出什么事？像她那样恶毒的女人，不去祸害别人就是好事了，怎么可能出事？”陈玉冷冷出声，眼眸暗沉，很明显他在压抑自己的怒火。我自嘲一笑，他说我恶毒，可哪一件恶毒的事情是我真的做过的？分明是他自顾自地把罪名安在了我的头上啊！陈玉，如果芝芝有事，我不会放过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宋宋哭着骂陈玉和温雅。晚宴被宋宋一折腾，早早地散了。回到别墅，温雅喊着不舒服，陈玉破天荒的没陪着她，只把自己关进书房。他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保镖：“温芝怎么样？”听到那头传来肯定的回答，他莫名松了一口气。莫名的，他的眼神落在了我们的婚纱照上。他看了许久，直到对面提醒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关他的第几天了。这些日子没有助理提醒他，他早就将我忘却。听到第6天的时候，陈玉松了一口气。他道：“他认错了吗？”还没有。听到对面的回答，他冷笑了一声，真是有骨气。那就再饿他1天，我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认错。算了，给他喂点水吧。挂断了电话后，陈玉一直在书房里抽烟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书房里烟雾缭绕，他只有在极烦恼的情况下才会抽烟。陈玉是在担心我吗？
我心里涌起疑问，可很快就被自己打消掉。他怎么可能担心我？别说他将我出气孔给堵住了，即便是没堵住，一个正常人在6天不吃不喝的状态下也早该没了。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刚刚大出血还在坐小月子的病人呢。我正想着，突然主卧里传来一声尖叫，陈玉起身快步走向卧室。小雅，他担心地看向床上的温雅，温雅猛地扑进他怀里，眼泪一滴滴掉下来。阿玉，我好怕，我梦到芝芝不肯原谅我，我还梦到自己病重，无药可治。我是不是就要死了？陈玉将他抱在怀里，轻声安慰道：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这么久了，温芝的身体已经能给你移植骨髓了。我愣在原地，眼睛不由得酸涩。温雅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，随即又怯声道：芝芝会愿意吗？陈玉冷哼一声，由不得他，明天我就去将他带回来。陈玉走后，房间里只剩下温雅一个人。此刻他脸上再无一丝病弱的模样，语气怨毒：温芝，陈玉是我的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。从小到大，爸妈你要跟我抢，陈玉你也要跟我抢，现在你死了，他们都是我一个人的了。闻言，我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温雅怎么会知道我已经死了？可没等我想明白，一股力量又将我拉回了陈玉身边。第二天，陈玉接到了保镖的电话：陈总，夫人她。电话那端传来保镖有些慌张的声音：他又想耍什么花样？陈玉冷哼一声：他不愿意回来就绑他回来，告诉他小雅还等着他的骨髓救命。或许是知道温雅有救了，陈玉阴沉了一晚上的脸终于有了一丝笑意。陈总，夫人她出事了。保镖在电话里迟疑了片刻：我们发现夫人她好像没气儿了。陈玉愣在了原地，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惊慌失措。下一秒，他狠狠将手机摔在了地上：温芝，你长本事了，连我身边的人都能帮着你来骗我，不愿意回来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能跑到哪儿去。陈玉起身就往外走，他一向注重体面，这次竟连身上的家居服都没换下来，连温雅的叫喊声也被他抛之脑后。陈玉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放棺材的房子，保镖们一脸惶恐不安地等在那里，甚至有2个已经逃跑了。棺材已经被打开，陈玉深吸了一口气：温芝芝，别吓我。自从温雅回来之后，他再也没叫过我温芝芝。以前我们也曾有过甜蜜幸福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便会抱着我叫我温芝芝，还会亲亲我的额头。可现在听到他这么叫我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温芝芝，够了，别玩了。陈玉喊着我的名字，可身体却在哆嗦。他喊了好几声，见我还不答应，便走进了棺材。可刚走近，陈玉看到我瞪大的双眼和青紫凹陷的脸颊时，便被吓得瘫软在地，放声尖叫：温芝芝，温芝芝，我错了，你别吓我。陈玉哆嗦着攀着棺木的边缘爬起来，他想拉我，可触及到棺材盖内部的道血痕时，吓得嘴唇都在哆嗦。棺木内，我的身体以极其扭曲的姿态躺在里边，不难想象我当时有多痛苦。我飘在他的眼前，看着他猩红的双眼，只觉得可笑。我居然见到他在哭，在为我哭。可是我苦苦哀求我放过我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放过我呢？陈玉颤抖着手想去触碰我的脸，不等碰到，步伐踉跄着后退了几步。陈总，您没事吧？陈玉的脸色太难看，保镖担心地上前扶住他，陈玉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
眼眶猩红地看着他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是吩咐你们在棺材里留了排气孔吗？棺材里不是有水吗？为什么？陈玉不顾阻拦，将我的尸体抱在怀里，眼泪不停落下。芝芝，我没想让你死的，我只是想惩治你一下，我真的没有。温芝芝，你活过来，我不计较你给我戴绿帽子的事情，我们不离婚，只要你活过来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陈玉抱着我的尸体自言自语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呐。陈玉不顾保镖阻拦，他带我回了家，小心翼翼地将我的尸体放在床上。温雅看见我的尸体后，大声尖叫起来：“闭嘴！”这也许是陈玉第一次朝温雅发脾气。温雅被他眼底的狠厉吓得不敢说话，好一会儿，他才怯懦道：“阿玉，芝芝已经死了。你……”陈玉猛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我让你闭嘴，芝芝只是睡着了，她没死，她也不会死。你别打扰芝芝睡觉，等她醒来看见你在这儿，她会生气的。”陈玉将温雅赶了出去，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泪如雨下，声音嘶哑：“芝芝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醒来，我再也不逼你了。”我飘在陈玉身边，好笑地看着他。我死了，他不是应该开心吗？再也不会有人阻止他跟温雅在一起了。可为什么他又是一副伤心的模样？陈玉一连几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为了更好地保存我的尸体，他甚至重金打造了一间寒冰室。外面的人都说陈玉疯了。陈玉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畜生，是你害死了芝芝。一个人影冲进来，对着陈玉又打又骂。是宋宋，他哭喊着要陈玉偿命，而陈玉一动不动，任由他厮打。芝芝爱了你这么年，你被温雅那个贱女人抛弃，她默默陪在你身边。你要创业，她为了你喝酒喝到胃出血住院，她不顾一切爱着你。可你呢？你竟然为了别的女人打掉了她的孩子，还害死了她。你不是人，早知如此，当初芝芝就不该救你，该让你死在雪山上。你说什么？陈玉终于有了反应。你说当初是芝芝救了我，不是温雅。他愣在原地，眼里全是不可置信。我突然想起来，18岁那年，我们约好了去滑雪。陈玉不小心摔落到山崖下，晕了过去。当时天太晚，救援队一时赶不过来。温雅吓坏了，头也不回跑回了营地。我摸黑下山，千辛万苦找到陈玉后，背着他一步步走了出来。见到亮光时，才精疲力竭晕了过去。我昏睡了2天，醒来温雅告诉我陈玉没事了。从那以后，陈玉对我的态度就冷淡了很多，他跟温雅却越走越近。宋宋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，怎么可能是温雅救了你？那个女人身体不好，她哪来的力气将你从山崖下背出来？芝芝不顾危险救了你，你却害死了她。你把芝芝还给我！宋宋哭得撕心裂肺。这时陈玉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麻木地接通电话，电话那端传来我妈的哭声：“小玉，雅雅晕过去了，医生说她的病又严重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你知道芝芝出事了吗？”陈玉哑着嗓子问道。我妈的声音迟疑了一下：“那也是她命不好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雅雅。”她不等我妈说完，陈玉就打断了她：“芝芝的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吗？”我惊讶地看着陈玉，原来他也有清醒的时候啊。而宋宋听到这话，他直接骂了出来：“陈玉，你这个混蛋！芝芝有多爱你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”啪！他不解气，又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：“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”我并没有觉得爽快，我只是心疼宋宋的手会不会因为这个不重要的人而山疼。我妈支支吾吾：“当时
你不也去做过鉴定吗？”陈玉挂断了电话后，又给医院打了电话，但那边说医院没有他说的那个医生后，他几乎崩溃了。芝芝的孩子是我的，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他红着眼，给了自己好几个巴掌。我该死，我是混蛋，我该死。陈玉杀死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疼吗？我当初也好疼啊。宋宋从他的只言片语中，总算是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指着陈玉的手，都还在颤抖。你们害死了芝芝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！宋宋吼完便要离开，却被陈玉派人拦下。陈玉，你干什么？宋宋大声惊呼：我要报警！你们害死了芝芝，我要报警！我要你们死！我也吓了一跳，冲过去挡在宋宋面前，可身体却穿过了他们。我心急如焚。陈玉，如果你敢伤害宋宋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陈玉无视宋宋的怒骂，让人将他带了下去。欠芝芝的命我会还，只是在这之前，我还有事要做。你是唯一对他好的人，暂时先委屈你一下。我不明白陈玉到底要做什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宋宋被带走。我被迫留在陈玉身边，看着他将我的尸体烧成了骨灰。他也慢慢变得正常，白天处理事情，晚上就抱着我的骨灰睡觉，直到保镖打来电话，告诉陈玉已经查出来是谁在棺材的排气孔上动了手脚，是温雅。陈玉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可我无端觉得这样的他有些吓人。没过几天，电视上就播出了一则交通事故，司机酒驾出了车祸，死得惨不忍睹。陈玉看完后默默关了电视，他喃喃自语道：这是第一个。随后他去了温雅在的医院，温雅看见他，眼里闪过一瞬间的惊喜。阿玉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陈玉人由他抱住，眼神变得有些冰冷。你很想我来看你？当然想。温雅刚想撒娇，却在看见他的眼神后，吓得后退2步。阿玉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？当初是你救了我。陈玉目光直直地盯着他。当然是我。阿玉，你怎么了？好好的怎么想起问这件事了？陈玉没有过多追问，只是又恢复了以往的温柔。小雅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啊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温雅跟着陈玉离开了，他们去了海边，海浪拍拍，极致的浪漫与温柔。温雅以为陈玉要和她求婚，因为他说过，他希望能和陈玉在海边结婚。陈玉绑住了温雅的双手，在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，他已经捆住了他的双腿。陈玉，你要干什么？求你不要这么对我，求求你！温雅吓得尿失禁，可曾经那么喜欢他的陈玉却是满脸冷漠。他说：你知道吗？当初芝芝也是这么求我的。他将温雅装进了麻袋里，又在麻袋里放了一块大石头。月光下，温雅沉进了蓝色的大海里。这一次，她再也没有机会苏醒了。陈玉笑了笑：芝芝，这是第2个。我爸妈找不到温雅，得知是陈玉带走了她，便闹到了陈玉的面前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陈玉目光冷冷地看着他们：你们生了芝芝，却又不好好对她，你们也该死！我爸妈不明所以，就在他们查出不对劲的时候，陈玉看了眼他们刚才喝过的茶，那是我花大价钱弄到的迷药。爸妈此时还有什么不明白？他们想逃，可脚下生软。而这时候，外面已经响起了警笛声。陈玉笑了笑，将一桶汽油倒在了爸妈的身上，随后将打火机丢了过去。瞬间，爸妈的身上燃起了一片火光，他们的哀嚎声不断。而陈玉则是笑着朝自己泼了一桶汽油。他说：芝芝，听说被烧死是最痛苦的死法，
我真的知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他在警笛声中自燃了。这一场火灾死了3个人，死之前，陈玉把钱留给了宋宋，请求他将我和他合葬。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宋宋边哭边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。他说：芝芝，下辈子你一定要幸福。我看着自己越来越透明的灵魂，哭笑着点头。可就在我快要消失的时候，一道撕心裂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芝芝。我没有回头。陈玉，这辈子下辈子我都不想再遇到你了，我们再也不要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